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2月24日星期二，佛历4月上初8，万象多云，23到33摄氏度。今天是佛日，希望各位观众能够牢记佛陀教诲，勤修戒定慧，远离贪嗔痴。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11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5基普，涨幅 0.02%。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7.9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0.14基普，跌幅 0.02%。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3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3基普，跌幅 0.1%。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81.94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3.08 点，涨幅 0.24%。开盘 1262.95 点，最高 1287.72 点，最低 1262.06 点。成交量63万7200股，成交金额11亿2973万1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2180基普，交易量23万4600股，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2180基普，交易额5亿1206万4000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联合发展银行。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5380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15万基普，涨幅 0.28%。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2月18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64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199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602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在老挝失踪美军遗骸交接仪式在巴色举行。2月23日，在老挝战争时期失踪美军遗骸交接仪式在巴色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麦通塔马温萨与美国驻老挝临时代办米歇尔奥特洛分别代表双方政府出席。此次移交的遗骸源于老美联合技术团队近期在华潘省和色贡省开展的实地搜寻行动。老挝政府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已开展此类合作长达41年。截至目前，在老挝失踪的576名美军中，已成功寻获并移交295人的遗骸，占比超过 50%。剩余281人的搜寻工作仍将继续。该项合作已成为促进老美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支撑。2. 占巴塞省华侨协会举办管弦乐团音乐会。2月22日晚，占巴塞省华侨协会举办荷兰管弦乐团音乐会。省委副书记苏萨万威来冯及华侨协会会长裴吞巴通通出席。苏萨万威来冯在致辞中强调，此次中西文化交融的演出是该省音乐史上的新突破，通过老挝本土艺术与国际乐团的同台协作，不仅展示了老挝文化的国际魅力，也有效宣传了当地旅游资源，对刺激省内经济与文旅产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3. 农林部与亚洲基金会签署谅解备忘录。2月23日，老挝农林与环境部环境局与亚洲基金会在万象签署第2期合作谅解备忘录。该项目旨在通过提升政府官员对投资项目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查能力，确保开发项目符合国家法律标准。农林与环境部副部长塞纳空因塔峰指出，科学的环评能有效预测并降低投资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在推动经济增长与保障可持续发展之间取得平衡。澳大利亚驻老挝使馆代表及亚洲基金会高层共同见证了签约仪式。4. 老挝商讨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2月23日，老挝中央工会就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举行磋商，会议分析了当前生活成本、收支现状及邻国工资水平，旨在为上调最低工资提供科学依据。副主席威莱厄卡森强调，调整工资需平衡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方利益，
通过统一的核算机制，确保就业公平并提升劳动者生活水平。会议还展示了各省物价调研成果，相关建议将提交国家劳动委员会审议。此次行动反映了老挝在通胀背景下，通过政策干预保障民生、稳定经济发展的积极努力。5. 老挝举行首届弘法僧才结业证书颁发仪式。2月20日，老挝首届弘法僧才培训结业仪式在万象坦兰寺举行，30位僧侣获颁证书。老挝佛联主席雅坦大摩诃威马塞奈出席仪式。此次培训旨在提升僧侣在国内外传播佛法及开展宗教外交的能力，响应国家对外交流政策。所谓弘法僧才，即代表佛陀行使社会职责，促进社区团结的僧侣使节。次日，佛联会还举行了历代祖师纪念法会，缅怀为佛教外事事业奠基的高僧。各族信众共同参与了布施法事，展现了老挝佛教事业的传承与发展。6.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代表团视察华潘省农村发展项目。2月19日，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代表团考察了华潘省华蒙县第4期农村发展项目。该项目由德国政府无偿援助，旨在改善高海拔偏远地区的交通与民生。目前，项目第一阶段已于2025年底完工，涵盖25.2公里道路及多项配套教育医疗设施。第二阶段工程进度已达 45%， 预计2026年底竣工。该路网将惠及超过 2.5 万当地民众，极大地便利了农产品运输。华潘省政府对德方的持续支持表示感谢，并就后续基础设施及医疗设备需求提出了进一步合作意向。7. 老挝驻马耳他大使向马耳他总统递交国书。近日，新任驻马耳他共和国大使道维恩塞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向马耳他总统米利亚姆斯皮泰里德伯诺递交了国书。老挝与马耳他于2011年1月13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两国维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双方高层领导人在彼此国庆及重要节日期间经常互致贺电与贺信。8. 万象市塞塔尼县台大桥发生跳桥事件。2月23日凌晨3点至4点左右，万象市塞塔尼县台大桥发生一起跳桥事件。据初步了解，失踪者为一名25岁男子。接到群众报案后，小龙水下搜救队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搜救行动。目前，相关部门、救援单位以及当地民众正紧密配合，在事发水域全力开展搜寻工作。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